好奇妙的感觉，声音也很奇妙，纹路出来了，所以它真的是有用的哦，它不是齁蓝的，所以这个还蛮有趣的。大家好，我是 Kevin， 欢迎到火星主厨回归之旅。今天我想玩一个比较有趣的东西。我们知道大马士革纹啊，就是我们常会使用的这个，很多刀子上面都其实会有这个大马士革纹，就是所谓的多层钢的这个纹路这样子。那这纹路很漂亮，而且也是大家接受度很高。可是呢，它有个问题就是，当你把刀子，如果你要打薄的时候啊，刀子的刃线往上推的时候，它就会有个问题是它会消失。对，它在磨的时候被刮花，然后消失，然后就不见。就像这一把它的大马士革纹就几乎是看不到了，就变灰灰的、雾雾的这样子，会变得非常的不明显。对，比起这一把，一样都是介绍型的，对，就隐隐约约可以看到一些，可是基本上就消失了。要很近的看很近的看，某一种光泽之下才会出现消失的大马士革纹。那这状况就很可惜啊，就一把很漂亮的刀子，然后就变这样子。可是刀子在使用上面势必就是要打薄啊，这一定是会有的状况。所以呢，木纹它出了个很奇妙的东西，它就是专门把这个大马士革纹啊这些纹路，或者说有一些碳钢刀，它有一些渐层的层次，就是不同钢材显现出来的层次。听说是用这个就可以显现出来，但我上网查了蛮多的，然后基本上没什么看到有人在讨论这件事情。这是很妙的一件事情，所以我觉得我就来开箱看看好了。这个你看全新的包装，我都还没用过，我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用，所以我们就先来试试看吧。把它拆开来，那我们看一下它的包装，就长这样子。对，包装就是这样子，也简简单单的打开来。然后它里面这个是一个应该是钢板吧，研磨用的钢板。对，这是一个研磨用的钢板。然后里面有一个瓶子，这瓶子应该是给你装水用的。然后这里面有2种研磨粉，中木跟细木2种。然后这里面有一个说明书，哦，这样子，这样一份说明书。它上面是写说，他说最好是用12000的光石，把它镜面化之后再来处理这个东西。镜面化，可是我这个目前只磨到了6000，对，这个有点难。我现在要去哪边镜面化它，然后再把粉放上去，然后磨，对，两边都磨，然后就跑出来了。看来我不知道6000行不行啊？那我先来开箱开完好了。然后这是一个钢板，钢板上面，这钢板是可以拿起来的，酷。所以两边都可以用吗？有不一样吗？应该就是同一块钢板吧。所以现在我要怎么把它镜面化？我是还有一块10000的底石啊，我来摸摸看。对，我有一块10000的 King， 我来摸摸看好了。我现在已经把这把刀子就已经把它镜面化，那我只镜面化一面啊，就是这一面，只镜面化的这一面。对，那我现在来使用这块钢板嘛。他说钢板，其实我觉得钢板应该要先洗过。然后把钢板洗过了之后呢，然后是说先倒粉上去，然后直接研磨。那我就先把这个粉，它是要直接拔起来的，是不是？哦，这样子，就把粉撒上来。我先使用的这个是中木的，我先使用这个中木的粉。然后喷水，他说把它弄湿，稍微弄湿就好了。弄湿之后就来磨这一面吧。好奇妙的感觉，声音也很奇妙，对，都很奇妙，声音很奇妙，然后摸起来感觉也很奇妙。所以有出来吗？好像有好像有那磨完我们来看看，稍微磨一下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现在到什么地步了。它是不是会有点腐蚀性？
对，的确是，有变比较明显吗？你们觉得嘞？而且好像有一点点刮痕，大家觉得有变明显吗？好像也还好，对不对？可能磨得还不够，我把这个粉擦掉一下。这次我水看要不要加少一点，稍微喷一点就好了。水加少一点看看，也不行，像不够湿，变成这样，变成泥状了，变成奇怪的泥状，这样不行，水好像太少，粉太多，水太少，这样不 OK， 再喷一点。哦，这样我们就有研磨的感觉。我想应该是不要用太用力啊。一般来说啊，这种大马士革纹啊，要显纹的话，有2种正常的方式，就是用喷砂。那这种大马士革纹，它其实要显纹的话，最主要的一开始都是用酸洗，因为2种不同的材质，它们对于酸的耐受性不太一样。然后碰到酸的时候，它产生出来的化学反应不一样，会显出颜色来。对，但现在大部分主流的做法是喷砂，因为酸洗会一方面是很臭，然后有污染，然后对工作人来说也比较负担比较大，会比较造成危害这样子。所以现在一般来说就比较不常用酸洗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情，现在主要都还是以喷砂为主。那我之前听说，就是听中国人那边说，他们现在很多是用压的。用压的做出大马士革纹来，那好像也是可以这样做啊，我也不是很清楚。对，就他们是用某种压的方式压出纹路，对，所以每一把刀纹路看起来会一样。那这种方式的话呢，会不会比较像是利用它里面的粒子的，就是粗细不同，来去对这个钢材去做研磨，这样子会研磨出不同的效果来。这样有可能是这个样子的原理啊，然后再来就是如果是天然底石的话，它还会有一个状况，就是它用酸性这样的矿物质里面，可能研磨之后碰到水之后会产生一些酸性的物质，那它就可以也是把这个纹路给显现出来这样子。我补充一下，天然底石它可以拿来显纹呢，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是它里面的颗粒很复杂，然后多样性也很多，而且比例可能都不太一样，所以它也会达到这种显纹的效果。不知道现在磨得怎么样？磨起来看起来蛮漂亮的。其实这个好像也不一定要用这块钢板，是不是？好像有些人我看也是用涂的，然后用海绵之类的去弄它，它一样会有这个效果。不过钢板就是它有一个刚性的东西在那边啊，那研磨起来就是会可能比较有效率吧。那其实像我刚刚在做1万目的这个抛光的时候啊，其实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并不是用磨刀石，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实际是用砂纸，只是我刚好现在手上没有1万目的砂纸，对，不然我觉得砂纸其实是比较合理的一个做法。好，那我来看看它现在磨到什么状况。哦，变得很光滑。没有磨的纹路只有这样，磨过的纹路出来了，所以它真的是有用的，它不是后来的。所以这个还蛮有趣的。如果我刚刚能够有更好的抛光度的话，应该可以让它显现的纹路变得更漂亮。我觉得，如果我上面这个地方这个区块有更好的去抛光的话，我觉得它会显现的纹路会更漂亮一点。我现在已经就是出乎我意料的好了，就这样面比起来，对，已经比我想象中的好很多了。你看，这一面纹路就很明显，这个纹路就雾雾的，这个是没有抛光过的。这一面纹路就很不明显，纹路很不明显，要某一种角度才看得到它的纹路。那这个是用这个去处理的，纹路就是基本上就很明显。
纹路很明显，这样拿起来看差很多。那如果说我这边有在抛光的好一点的话，对我这些地方如果抛光的好一点的话，它应该会更好看一点。哦，我觉得我可以再多磨几下，对，多加一些粉，然后我再来试一下用细木的去磨磨看。对，越磨它会越漂亮，所以花一点时间磨它是蛮不错的。其实我想应该是拿什么布啊什么的这样子疯狂擦，应该也是有这个效果，只是这个铁板会更有力一点而已。然后其实我在磨的时候，这边也有被我磨到，对。再多磨了这几下之后，我们来看看到底状况怎么样。就有再显得更出来一点点，可是感觉已经不明显，就变得更明显一点。比起这边，就是变得更明显一点。那这一瓶中木的我已经磨完了，那我接下来想试看细木的，细木看起来会不会有没有差？我现在把这个钢板先清洗过，因为刚刚它上面是那个中木的这个研磨粉，那我现在要换成这个细木，细木的研磨粉。其实研磨粉很多地方都有在卖，那可能都有各自的好处吧。对，那我是一直都没有去研究这一块。那一样我们把粉撒上去，刚发现其实不要撒太少，可是太多也没什么屁用，它会一直粘起来，所以撒差不多就好了。对，稍微喷一下。那一样，我们继续磨这一面。其实这样近看那个纹路就很漂亮了。那我来看一下，我觉得应该中木就差不多了。对，细木的磨出来的感觉，我觉得还好。我觉得跟刚刚已经没有差非常非常多了。就有些亮的地方会比较亮啊，可是那个雾的地方也感觉就有被吃掉一点的感觉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对，我觉得其实这个介绍前这把可能磨到中木，我觉得就差不多了。细木感觉影响已经不大了，没有很明显的那个显出啦，效果不是这么明显。那你说有没有？还是有，可是不过细木的东西就是这样，你要花很多时间去磨啊。看一下，这是细木磨出来，我没有摆在一起比，其实我比不太出来。对，有啦，的确是那个刀锋的地方会比较漂亮一点。可是就是要花比较多时间来磨它。基本上这个纹路就整个都恢复了，我觉得基本上就整个都恢复了。比起之前惨的状况，这纹路整个都恢复了。当然没有原厂出来那么漂亮，也没有喷砂的这么精致度这么高啊。可是你在家里面就可以自己处理，其实蛮方便的。只是你要花很多时间，就是你要先把它抛光到1万系数这件事情。其实我还蛮满意这个状态，就它整个磨的，我觉得整体来说算是把这个刀子原来的样子基本上都磨出来了啦。
对，还蛮漂亮的。这一面就没办法，对，这个还要再花时间来磨。所以如果说你今天就是必须要把大字打包，然后你又要面对这个大马士革纹消失的这个状态呢，其实你就可以用这个套组啊，只是你要先想办法把它抛光成10000。那如果你不想去买那种10000的底石，觉得很会换，那你就可以去买10000系数的研磨膏，或者是用砂纸直接来处理，这样也是很快。的确，它会需要一个比较平的状况才能使用这东西啊，不然你就只能用研磨粉，然后用手去涂，把它给研磨掉，这样子是蛮费力的啦。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个小玩具，对，这个蛮好玩的。对，我以前就一直觉得说啊，这个很麻烦，是没办法。可是现在有这个东西，我就觉得不错，很棒。对，多一个选择可以拿来处理这件事情。那今天分享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喜欢我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，然后开启你的小铃铛，然后记得帮我按个赞，好吧？我磨那么累，帮我按个赞。之后我会办有关磨刀的实体课程。那这个实体课程会有分不同的阶段啦，对，会从初级开始各种不同的阶段，然后会讲很多的理论。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，欢迎加入我们的 LINE 社群，我们会把这个上课的资讯呢公布在 LINE 社群里面。那记得如果你就是想要上这课的话，记得在 LINE 社群里面敲一下。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